大家好，这钟声啊，似乎像丧钟，预示着德国越来越多工业的未来。现在是否轮到德国老牌企业大众汽车公司了呢？正如2年多前当时我预测的那样，德国工业倒闭潮及出走潮将愈演愈烈。据专业机构 Credit Reform 报道，2024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倒闭潮飙升30%，以汽车立国的德国面临诸多困难。比如，大众汽车公司目前的情况就非常危急。昨天，德国各大媒体大肆报道德国老牌企业大众汽车集团面临50亿欧元资金缺口，多家工厂面临关停等问题，主要出于2个原因：一、电动汽车销售不佳；二、中国市场业绩惨淡，连这个支柱都没有了，导致大众汽车集团摇摇欲坠。但在进入本期节目报道大众汽车集团面临大面积裁员及工厂倒闭前，我们先看看7月份的一篇报道，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大众汽车集团面临的问题了。这是德国图片报的报道。天哪，大众汽车在欧洲和中国，这家汽车巨头爆出重大问题。配图说明，大众汽车集团动荡，在华汽车销量下滑，子公司奥迪考虑关闭一家公司。大众汽车帝国传来坏消息，集团战略的2大重要支柱电动汽车和中国出现了巨大问题。本周二晚间，大众汽车公司宣布，其子公司奥迪正在质疑其位于布鲁塞尔的工厂，不排除关闭的可能。奥迪给出的理由是，该公司生产的全电动豪华 SUV Q8 e-tron 需求量较低。德国知识点评，其实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因为太昂贵，人民手里的钱越来越少。其次，在德国或者在欧洲，可能电费太高了。最后，还因为充电基础设施不足。很奇怪，德国媒体总是不敢告诉人民真相。好，我们继续往下。现在3000个工作岗位岌岌可危，大众集团的预测被下调，大众汽车的股价在周三暴跌。但这并不是大众汽车唯一令人担忧的消息。路透社的头条新闻是，大众汽车面临压力，中国销量下降，奥迪惨淡。中国市场大众汽车销量减少近20%。大众汽车公司报告称，第2季度，也就是4月至6月，在华汽车交付量大幅下降，同比减少19.3%。据路透社报道，这是由于中国人购买燃油车的数量越来越少，而大众汽车近年来从燃油车中赚得盆满钵满。在中国销售的大众电动汽车数量的小幅增长，仅比去年同期增长不到8500辆，无法弥补这一损失。好，朋友们，从刚才的报道我们了解到大众问题的背景，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昨天德国各媒体的报道。我们现在来看看，也是图片报的报道。图片报是德国最大的主流媒体之一，它的读者群主要是蓝领工人，但是呢，很多政治人物也会去看。图片报的报道可以看到一些政治方面的风向标。工作保障被取消，50亿欧元缺口，工厂面临倒闭。大众汽车公司大规模节省开支，来自工会和金属行业工会的阻力。配图说明，位于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总厂上空乌云密布，该集团必须节省开支。大众汽车的就业地震，这家汽车制造商欲取消对德国约11万员工的工作保障，董事会甚至不排除关闭本土多家工厂的可能性。其背景是，大众汽车的管理层决定实施一项大规模的成本削减计划。这家汽车制造商希望在2026年之前横踩成本刹车，但现在情况很清楚，还有50亿欧元缺口，通过软性措施是无法节约开支的。在与高层管理层人员临时召开的危机峰会上，董事会提出了重组计划，包括大众乘用车、大众商用车以及零部件部门。好，朋友们，大家看看，这里有篇延伸阅读的报道，就是咱们在节目开始部分就与各位分享了的内容，即大众汽车集团爆出大问题，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中国市场上， 大众汽车不香了，卖不动了。好，我们继续往下。
经济环境变得更加严峻，新的汽车供应商不断涌入欧洲。德国只是补充下，在这里也暗指有一些中国电动汽车品牌涌入欧洲，比如说比亚迪呀、名爵呀等等。好，我们继续往下。此外，特别是德国在竞争力方面进一步落后。集团总裁 Blume 解释道，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公司现在必须采取一致行动。现在自1994年以来一再延长的就业保障将被取消，实际上它的有效期应该到2029年。相反，从明年起，这家欧洲的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可能会再次强制裁员。据内部人士透露，只要遵守适当的裁员期限，大众汽车单方面取消这一集体协议，并不存在法律障碍。集团在周一下午表示，在当前的形势下，如果不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就不能排除关闭整车和零部件生产厂的可能性。下萨克森州政府批评可能关闭工厂，许多工厂包括沃夫斯堡、汉诺威、布伦瑞克、Braunschweig、Emden、Salzgitter 工厂都位于下萨克森州。金属工业行会工会说，我们不需要任何对利润看得无眼的人。工会主席说，董事会失败了。大众汽车与金属工业行会工会将于10月份开始的劳资谈判被宣布的大规模削减成本计划所掩盖。工会要求将员工工资提高 7%， 有效期12个月。德国时代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内容其实大同小异，也提到与中国市场以及与中国有关。我们看这一段，大众削减成本的目标可能无法实现。大众汽车多年来一直与高成本做斗争，买车的人越来越少，同时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这家汽车制造商面临着众多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在中国。在投资回报方面，大众汽车也远远落后于斯柯达、西亚特和奥迪等集团公司。现在我们来看看时代报网友的评论，可以看到有1000多条评论，按关注度的多寡来翻译啊。第一条评论，大众汽车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据德国商报报道，德国燃油车在中国市场已经崩溃，自然大众汽车也因此遭受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撤销燃油车禁令的争论是一副毒药，因为它让汽车购买者感到不安。我们想买一辆电动汽车，几家汽车经销商都建议我仔细考虑一下，因为市场如何发展，政策如何变化，充电基础设施和续航里程是否足够等问题都还不确定。当我想安排试驾我们所选的车型时，他们让我们试驾一辆相同的燃油车，他们不同意我们试驾电动汽车，真是匪夷所思。我们看下一条评论，真是疯了，德国工业在自由落体。我们继续往下看，大众汽车推翻了为数百万人制造平价汽车的成功秘诀，转而通过为富裕阶层制造类似于坦克的大型车来盈利，而且还错过了向电动汽车转型的时机。而对利润的贪婪并不止于拆出德国的生产基地。下一条评论，比亚迪的电动汽车正在成为受电池寿命限制的廉价的用过即丢的产品，也就是一次性产品。与太阳能电池组件类似，没有一家德国制造商能与之竞争。电动汽车不是一个好主意，也不可持续。事实证明，大量的购车补贴是在浪费金钱。从马车到燃油车的转变也没有得到国家补贴啊。我们看下条评论，德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之一是化工、工业、汽车行业所需要的廉价能源，再加上对中国的强劲出口，创新既费钱又费时，不适合倾向于短期思维的经理人。过去20多年来，德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每个人都以为新政府很快会改变这种状况。除此之外，能源价格，还有咄咄逼人的中国人等等等等，现在每个人都认为现任政府要对这一切负责。我没有意见。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未来的政府想要做什么不同的事情呢？到目前为止，我只听到你们在抨击。
我们看下条评论，这样的决定不是一蹴而就的。经济部长哈贝克的经济政策永久性的破坏了德国经济，现在这种情况正逐渐显现出来，给国民带来可怕的后果。因此，与1年后经济继续下滑所带来的威胁相比，昨天东德2个联邦州的选举只是一场欢快的聚会。如果这个政府，这个由失败者组成的意识形态俱乐部能够下台，对德国来说是件好事，越快越好。为什么？大众汽车公司正在从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全新的 ID.6， 难道与法西斯国家的战争暴力生意不再值得做了吗？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焦点新闻的读者评论。第一条评论，在摧毁了银行、化工、制药、能源、太阳能、风能之后，我们很快就会摧毁我们的汽车工业。太棒了，红绿两党执政的功劳。很快我们将不再有二氧化碳问题，因为我们不再生产任何东西，但我们的政客还在谈论绿色经济奇迹。哈哈哈哈哈。下一条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人讨论国家强加的巨大负担。一个净收入为3800欧元的雇员要花费雇主约8000欧元，这意味着雇员收入的50%以上直接归国家所有，不仅是税收，还有高昂的非工资劳动成本。这种巨大的再分配显示了国家的贪婪。还应该提到的是，在柴油丑闻之后，大众汽车在美国不得不支付300亿欧元的罚款，而在德国只支付了12亿欧元。这些数字说明，由于政府的征税和制裁，企业必须承担巨大的财务负担。德国知识点评，当年的大众汽车柴油丑闻，美国的巨额罚款，有点美国剪德国企业羊毛的意思，一下子把大众在美国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利润全部又拿回来了。这点不得不佩服美国人的手腕。我们继续往下看。我喜欢计划凑效的时候，普京或德国选择党可能是罪魁祸首吧。经济部长罗伯特，你怎么看？我们继续往下。大众汽车公司之所以陷入如此悲惨的境地，是由于上届董事会成员的错误决定。每一家蒸蒸日上的公司都会被这种本质上的管理失误带入深渊。最后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把一切都押宝在电动汽车上。现在这个错误正在反噬，而大众员工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我们看下条评论。那么这就意味着每周4天工作制将变为0天工作制，工会的目标实现了，热烈祝贺。继续往下吧。在德国节省开支，只是意味着在迂回的道路上，德国的生意会更加糟糕，失业人数增加，购买力下降，客户减少。下条评论，这是大众汽车公司自己的错，至少是经理人和集团领导层的错，大众员工才是受害者，没必要感到惊讶。大众核心品牌新车的价格已经与土耳其夹肉饼的价格同步上涨，贵得不成比例，贵得离谱，而质量却相同，甚至更差。再加上一夜之间决定推行纯电动车战略的傲慢态度，其座右铭是顾客总是购买大众某款车，他们会一直如此的。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不能归咎于价格，现在一辆高尔夫要3万欧元，我宁愿少花5000欧元买一辆起亚，质量一样好，修车便宜得多，而且没有大众汽车特有的欺诈行为。双离合器变速箱的维修费用为3000欧元，还有一些其他杂人的东西。众所周知，柴油 TDI 2.0 发动机也很容易出问题。我已经很久没开过大众汽车了。我们看下条评论。固定员工过高的工资简直就是棺材上的钉子。此外，供应商的价格也被无情的压低，导致他们破产。整个系统无法长期运行。大众汽车的价格太高，质量太差，产品不是市场需求的，不出事才怪呢。下条评论。先从管理人员那里节省开支吧。我们继续往下看下条评论。
大众汽车的质量已经大不如前，而与此相应的是价格过高。跳过很多位，毫不奇怪，10年后，德国将既没有汽车、钢铁，也不再有化工工业。好，各位，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你们有什么任何想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下期见。